家好，我们是说台湾说日本，我是福山太太，我是松原妈妈，大家好。大家好。松原妈妈，这个礼拜你在忙什么？这个礼拜对了，自从上礼拜我们的节目播出以后，这个礼拜我就一直在准备下一集的节目。哦，真的吗？对，因为我想要介绍书给大家，然后就我觉得，因为在日本啊，有很多有关育儿啊、旅行的书都超赞的，我就想要就是介绍书，结果我才发现不容易。介绍一本书，我要看10次真的哦。对，所以请大家敬请期待我看10次的书。一本书要看10次，那应该是学生时代的时候的事情了。对，谢谢你让我重温旧梦。那你这礼拜在忙什么呢？我这礼拜呢，应该是说也是跟一般的平常生活都差不多，只是我昨天去看了那个吉卜力的那个展览，中文是讲铃木敏夫这个人如何变成吉卜力的灵魂人物，然后也有其他的一些那个吉卜力的作品展啊，像我们都熟知的那个萤火虫之墓啊，还有身影少女啊之类的。然后呢，就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萤火虫之墓的那个海报。那个海报呢，就是哥哥背着妹妹，14岁的哥哥背着4岁的妹妹，然后它上面就写着说，4岁跟14岁他们想要活下去那个词的时候，我站在那个海报，我差点爆哭，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感觉这几年过得很压抑，对，然后大家也都是很拼命的想要度过这个疫情，对。然后还好是当时我朋友叫了我，让我回神过来，要不然我可能会在那个海报面前爆哭到不行。对，这就是那种吉卜力作品，它最感动人，就是它的主题跟它就是会触动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有那个共鸣的感觉。对对对，所以如果你现在人在大阪，那如果你会日文，建议你去看这个展览，然后去看这个展览的时候呢，一定要借那个导览器，对，因为有借了那个导览器，会更了解、更清楚、更知道说吉卜力他们的从零到有的一些过程，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展览。然后他们展览到6月19号，但是呢，有一个坏消息就是他们拍照，只能到今天，就是6月3号。好。对，所以6月3号之后要去看展览的话，没有办法拍照了，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不过我想他们那种很深刻的，可以印在脑海，然后还是留在心里面，还是很值得去看的感觉。对，没错。好，那我们今天先稍微来那个马豆妹，就是整理一下日本跟台湾的发生的一些新闻。想要先讲的一件事情，虽然说跟台湾跟日本没有关系呢，但是呢这件事情呢，这一个礼拜真的是造成国际上非常大的轰动，我一定要先来讲一下，就是那个强尼戴普跟那个他的前妻打的官司，强尼戴普赢了。你好兴奋哦！万岁，真的是万岁耶！因为他6年前因为他这件事情被他前妻搞得他名声完全不好，然后他之前打下来的江山全部摧毁了，连那个跟他长期合作的迪士尼都把他那个海盗的那个续集的那个角色全部都取消了。我真的是觉得强尼戴普真的有够衰的，他真的遇到这个小人真的是今天是衰到你好去平息一下，不好意思，你有没有发现我反应很冷静？对，因为这一条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在追，我还问你说到底他们在告什么？对不起，那我跟你讲，你冷静一下，你冷静一下，你可以去看那个一个 YouTube 叫做那个好机车的 YouTube。他真的是分析的非常非常的仔细，对，你去看一下。然后他是一个住在台湾10几年的一个外国人，我跟你讲，他的中文实在是讲得非常道地，就连那个台语也是讲得跟台湾人一模一样。
你一定要连那种国骂的口头禅，你说也很像，是不是？对，超像的，所以我真的是很推荐你去听听看那个好机车，然后他的第一句话都会是大家好，我是锁头。然后第二大条就是日本的第二大条新闻，嘿，什么事？就是有一家人，然后他们骗了日本政府9亿6千万。9亿6千万的日币骗政府，为什么从政府骗了这么多的钱？那个补助金在疫情期间呢还蛮好申请的，所以他们就因为就看到了这个漏洞，所以就用了很多人头去申请这个补助金。对，他那个补助金好像在疫情的时候，例如饮食店啊，还是事业啊，还是这些受影响就可以，所以他们就组织了。好像他们还有办一些说明会啊什么的，对不对？对，他们骗了9亿6千万。9亿6千万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啊？如果我住在日本，有9亿6千万，我想走去银座买一栋房子，够吧？你觉得够不够？够够吧？对啊。可是这样子好像也太笼统了。如果说以台湾的那个营养午餐的话，营养午餐可以吃几年啊？这个可能，看我们有没有听众朋友是专家，可以跟我们留言一下。对啊，9亿6千万实在是太多了。而且这个新闻在日本引起很大的轰动，是因为就是像这样的补助，然后会有人去做这些所谓不正的诈骗这样子，所以大家都很吓一跳。对啊。然后这样子就会害到真正需要用到这些补助的人了。对耶，这还蛮伤感的事情，真的是很讨厌。好，来我们第三条，你知道吗？今天是端午节。今天是台湾的端午节。对啊，今天是6月3号端午节，然后台湾从今天开始3连休。哇，这么幸福！对啊，你今年有吃肉粽吗？我今年没有，我觉得。其实啊，像我刚来日本的第1年跟第2年啊，我根本过的不是日本的日子，我每天都在跟台湾过生活。比如下礼拜是端午节了再过几天是台湾的中秋节了台湾的农历年了，就是我的人在日本，可是心都是跟着台湾的节庆在走。可是后来我发现日子这样过。我的时间是跟着日本在走，所以你刚才说今天是端午节的时候，我还问你为什么？所以意思就是说，刚来日本的时候会想家，可是现在在日本越来越久，会觉得那个台湾的日子是什么日子都已经忘记了。对，因为我爸每次都会跟我说，你要记得还是要入境随俗，不然你看我们住在这边，然后心里面想的都是吃不到的粽子，对好险月亮同一个还看得到，拿不到的红包，对，会很无助。所以我觉得我发现。渐渐的，就是入境要随俗，然后人在哪里，心在哪里，跟着过日子，好像变成是我们这些太太妈妈一定要有的功夫了，这样子吼。对啊，真的。我今年没有吃粽子，因为粽子热量很高嘛。热量真的很高然后我又不是那种很认真在研究包粽子的人，我有看到很多的朋友啊，他们住在日本，可是自己包出来的粽子还是用油饭啊，看起来都好可口哦，超厉害的，他们真的超厉害。对，但是我不行，我连团购都没有团购了，因为我家只有我吃粽子，那我全部吃下去还得了？好，以上就是我们的一周的。我们自己觉得的大事，对，说得好，我们自己觉得的，对。然后呢，现在好像日本政府这边口罩政策要改变了耶。对啊，因为我们上礼拜的节目就是讲到说疫情改变了日本什么，然后有很多朋友都觉得还蛮特别的，然后也希望我们说可以再谈一下。最近是不是日本又有什么样在疫情方面生活的改变啊？那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口罩的政策，可能现在的日本就是之后的台湾哦，大家可以开始思考怎么跟口罩共存。口罩共存，
对，像在日本啊，因为现在的季节从6月、7月、8月都是很高温多湿的季节啊，而且这2年的口罩政策其实日本他们不像台湾呢，没戴口罩也不会罚钱呢。哦，真的，对，所以对哈，你这样说对，对，确实，所以大家都是。等一下，台湾要罚钱哦，台湾没戴口罩要罚钱啊。嘿，对，所以日本是一种社会集体的氛围，然后还有大家公共卫生的概念，所以都主动的戴口罩。可是这样的社会氛围跟毒空气，大家还是希望政府给一些指示这样子。所以后来他们现在就讨论到啊，如果中学生以下啊，就是上下课啊这些。不强迫戴口罩，然后体育课跟户外啊，也都尽量不限制戴口罩了。我觉得其实这样子比较好哎。你看，像小学生啊，反正就是学生，他们夏天如果上体育课还要戴口罩的话，那个会很辛苦，呼吸会很困难。对，在疫情的第1年就有中学生因为体育课戴口罩，然后休克死亡的案例，中暑也有。然后最大的影响啊，其实日本有在研究啊，这2年啊，对幼儿啊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其实他们在学语言啊，跟学社会的认知方面，他们是看表情的。对，除了看眼神的眼睛啊、眉毛，最重要像嘴巴，然后他们要看嘴型学，然后还有嘴角上扬代表开心，嘴角往下代表这个人在生气，就是这些社会认知，小朋友都学不到了。对耶，你这么一说，对，所以他们在幼儿教育的方面的那些专家都建议说，小朋友是不是现在那个夏天也来了，可以不要戴口罩？可是有的幼稚园，所以现在蛮多幼稚园已经发传单，然后调查，就是问家长说，你的小孩在教室还要不要戴口罩，请家长自行决定。因为戴口罩除了防止这个新肺疫情，还有其实小朋友还是有很多的传染病啊，对，所以他们现在都在那个调查家长要不要戴了这样子。对。我的话啦，我自己本身是觉得说，如果学生啊、小朋友、幼儿啊，他们如果是在户外啊，如果是在做一些户外活动的话，其实可以不要戴就不戴。对耶，对，所以我觉得可能之后台湾也会慢慢的要讨论这些戴口罩政策。那你呢？你自己的意见是怎么样？我自己我是很保守的人，能戴都要戴，能戴就要戴。那在户外活动也是要戴吗？没有，真的要看天气耶。我觉得怎么说啊？大家就是日本的夏天真的很热，因为也没有骑楼，然后也没有那些遮阴的地方，然后如果真的活动的话，真的是很危险，真的是要看自己的身体状况跟周围的环境。不戴就是不要戴，真的好危险，可能没有被感染都先中暑的案例其实很多。对，还有我跟你说，我觉得有一个还蛮难过的，就是戴了2年的口罩啊，很多青春期的学生也发生了一些问题耶。什么问题？你还记得我们青春期有点久，我们青春期的时候就是会比较害羞，然后会有一点就是跟同学在一起会有点紧张啊什么的。然后这2年啊，很多的中学生啊，因为习惯戴口罩，竟然产生了口罩依赖病。等一下，你说青春期会害羞？你没有过？对不起，我有这件事情，我现在一直在想，为什么会害羞呢？好，因为青春期你没有，我们那个年代不是都比如说啊，现在的年代是不一样，那个年代男女分班啊，然后男女分班没有，然后看到男生你不会偷头低低的，你没有过？没有哎、对不起，我跳过。不过蛮多人在青春期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点就是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啊，还是有一点就是紧张啊，害羞啊，对这一些。我不知道你没有，对不起。好，然后啊，所以他们就日文叫做
mask 一中修哦，mask 一中修，对，口罩的依赖病，他们就觉得戴了口罩啊，就是可以给自己一层保护色的感觉，然后别人就看不到我的表情，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安心。然后现在听到说政策啊，还是就是说整个可能大家不戴口罩，他们开始很心慌，然后很紧张，然后逃避出门，他们觉得没有口罩啊，就好像没有穿衣服那种感觉。对，所以就是这2年的口罩，不只是幼儿，连中学生还有这些的问题这样子。那现在日本政府也给大人一些参考指标，我觉得也可以给我们大家听众朋友参考看看。他们目前建议呢，在室内还是要戴，室内就像是公共交通工具啊、百货公司啊、办公室里面这些室内。可是如果在户外还是骑车的时候可以不戴，但是如果在户外有跟朋友在聊天讲话的话，建议还是要戴。对，所以这个感觉这个要不要戴口罩好像变成有大规范，可是怎么做就看个人了。对，就是自己的自己。像比如说我今天自己一个人骑脚踏车，觉得好热哦，我看还是不要戴口罩，就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口罩拿下来。对，但是如果骑脚踏车骑一骑，然后觉得好渴哦，要去那个便利商店买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把口罩戴起来了。对，没错，可是你知道，如果说政府还是这些卫生单位在日本，他没有给这一些大范围的说法的话，我们都会看旁边的人，对不对？你会敢拿下来口罩吗？再热我们也不敢，对不对？我敢我只要户外的时候户外是。可是户外是一定就是因为户外其实现在我观察到，其实户外也有人已经开始在脱口罩了。对，没错。但是室内还是一定要戴。对，因为在日本我们都是善于看旁边的人的行动，然后还有一些上面的指示，所以如果其实给了这样子的说法之后，我们才不会太惊，还是看别人没拿就不敢拿。所以其实我觉得有这样的怎么讲大方向，其实还不错，至少让我们知道说，戴口罩除了防疫情，还有在高温多湿的夏天，也要注意中暑、健康这些的问题。真的。对，不过日本要像到国外欧美那样，完全大家不戴口罩，感觉可能还要一段时间，真的还要一阵子。对，然后还有怎么样？口罩，我真的很关心口罩的话题，这个比较有趣。说到口罩，对，像比如说，如果你是一家公司的新人的话，你就不能戴黑色的口罩，不能戴黑色的，对。为什么？因为好像戴黑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很神秘，他不想让你靠近的那个潜在的那种意识。对耶，你刚去一家新公司是新人，应该还要多多熟悉跟各位前辈、跟同事的时候，戴黑色的意思就是我不想甩你，这样很奇怪对，所以有一些公司好像就是有一种，公司规定是没有讲但是他们就会。有意无意的就会跟你讲说不要戴黑色的这样子。哇，还有那个戴黑色的口罩，听说金钱运也会变差，真的？对啊。可是那个我们要先跟大家说，这件事怎么讲有趣，大家听听笑笑的新闻，不是说我们认可这件事情，而是这个真的在日本很多人谈不，就是那种大家的怎么讲都市传说啊，还是觉得有趣啊，茶余饭后，所以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口罩话题。但不过大家如果自己相信的话，自己可以决定明天要戴什么颜色的口罩。你戴什么颜色的口罩，我就可以分析你的心里是什么了。对。为什么戴那个黑色的口罩啊？就是金钱运还有那个会不好？你觉得？就是你猜为什么？日本的缘分的缘，跟日本元就是钱的元，这两个发音是什么 ？n 一样，对不对？对 n 对你这样讲的话 ，n 跟 n 是一样的发音对，所以如果戴黑色的，你给人家太神秘，你的缘不好的话，你的钱运也会不好。
哦，对，所以日本人比较喜欢白色的，因为白色看起来也很清洁，然后又觉得有净化的作用，就像水蓝色。台湾不是很多那种外科口罩，那对对对，都是水蓝色的。你今天就戴水蓝色哎，对对，那水蓝色是什么意思呢？水蓝色啊，就像水一样，可以净化你的心灵，给你安定的感觉。还有一种，对，因为日本的口罩很多都是白色啊，所以我之前有时候在路上，如果看到水蓝色还是那种比较淡绿色，就知道就会、这个人是台湾人，对，而且下面还会有钢印 Made in 台湾。对，然后绿色的话，就是也是让人心里变年轻。更有趣的是，很多日本女生她们很关心，那什么颜色可以带来让人缘变好，然后还可以有爱情运？你猜是什么颜色？什么颜色？就是那种淡淡的可爱4月的樱花的颜色。哎，粉红色吗？对，他们因为粉红色就感觉很可爱啊，卡哇伊，所以就会人缘变好，就会提升金运。还有一个也是很有趣，就是我们上礼拜有提到，因为疫情导致离婚率上升，所以如果要提升家庭运的话，要带咖啡色，而且可以防止先生福气。福气就是waki 就是什么外遇？对对对，所以很有趣的是，我觉得日本就是这方面的这些占卜还是口罩，大家还蛮能苦中作乐的。所以大家下次可以用那个口罩的颜色去判断，哎，这个人现在心里所呈现的是什么意思？现在心里在想什么？对，也还蛮有趣。明天开始我要观察一下我家邻居。不过我发现最多真的还是白色对对对，白色比较多。对啊，对，然后大家上礼拜我们不是谈到一个那个疫情啊，我还想讲一个，我觉得疫情带来了什么改变啊？就是那个亚马逊宅配的文化也被改变了。真的吗？怎样改变？就是之前啊，就是还没有疫情之前啊，日本的亚马逊以前都是要冰雹，然后要开门，然后我们要签收。可是很多太太还是女生在家也装不在家，为什么？因为没化妆不敢开门。哈？没化妆不敢开门哦？对，所以亚马逊的人冰雹不开门。其实在家因为没化妆，冰雹不开，所以亚马逊以前要来第2次、第3次，然后变成日本亚马逊宅配的费用其实很高这样。可是疫情之后就是要减少接触，所以现在就是大家我们在买亚马逊的时候还可以勾说直接放在门口，然后还是它冰崩的时候，像我现在也都直接说请放在门口这样子。可是放在门口不会被人家拿走吗？不会耶，目前还没遇过耶。对，然后我们就会说いでください，就是放在那边，请放在那边这样子，然后他们也很开心，放了就走了。可是他们那个亚马逊的宅配，他们放在门口他会拍照耶。哦，真的哦？对，证明我放在门口了。所以我们就是买的那些购物单还是那个简讯去查的话，就可以看到说他真的确实有放在门口。放在门口，那他还有放在哪里吗？你还可以选玄关前，然后还是选比如说像那个超商啊，还是如果有的大楼有那个宅配箱都可以。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这是什么？脚踏车的车篮啊？可以放在脚踏车车篮？这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它还有一个选项可以放在脚踏车车篮，这么有趣，很神奇，对不对？对，很有趣耶。这个我下次来选一下。有，因为我有一次就放在我家的车篮里面。他怎么知道那台车是你啊？因为停在你家门口啊。对，好有趣哦。那如果在台湾，可能是机车的车篮。没有我录，台湾大家脚踏车比较少，可能没有啦，这我乱讲的。机车的坐骑有没有？啊，对哦，大家机车没有车篮可是问题是，我觉得在台湾放在那个机车上面的话，可能会被偷走。很有趣，就是宅配两边也都不一样。我下次也要选脚踏车的车篮，太好玩了。日本人真的很聪明。对，他
他们这些业者就是会怎么讲，因地制宜，对不对？你将信箱放不下，放篮子里面还是什么的，很有趣。所以这也是疫情之后改变了日本一个宅配文化的习惯。对，真的。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个礼拜的自己觉得很重要的大小事。对，妈妈太太的大小事。对，那你们觉得呢？你们这一个礼拜的大小事是什么？希望你们能够写在那个留言栏那边，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我们下次见，下次再见，拜拜。而且很高兴，上礼拜有200个人收听了，好期待哦！拜拜。